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最近恋爱综艺层出不穷，韩国拽姐宗智雅在单身即地狱中疯狂挑动大众神经，鹅厂却另辟蹊径的选择了30加群体，推出了半熟恋人。几位30岁左右的金属嘉宾上演了一出直球爽剧。小编看完之后表示，成年人的恋爱也太好磕了吧！半熟恋人这档节目不仅嘉宾选择另辟蹊径，而且节目开始的方式也是不走寻常路。每个恋综的开始都是从见面开启，但是半熟恋人却先搞了一个8人群聊。在互相不知道性别、不知道真名、不知道职业的情况下，直接开始聊。嘉宾们从聊天中了解对方，如果对于其中一个印象比较好，就可以单独聊天，和抽盲盒一样。在不知道长相的情况下，顶着古早 QQ 头像的怎么办？因为在群里的踊跃发言，获得了3位男士的单独选择，成为了线上人气王。那么这位怎么办是谁呢？别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8位嘉宾的情况。首先是男一黄瑞恩，39岁，是某高定服装品牌的创始人，职业是服装设计师，来自马来西亚，性格比较成熟稳重，不怎么爱说话，喜欢拥有自由一点的人格和灵魂的女生。男二于越，英文名 Yuri，33岁，喜欢别人叫他尤里克，是一名牙科医生。人如其名，是个挺外向的人，性格活跃，还很细心，会找话题。聊天的时候很能照顾到周围的人，带起了全场氛围。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他消除了嘉宾们的尴尬气氛。他还是《最强大脑》第8季的选手。男三周景顺，38岁，职业是信托公司资深策略分析师，也是一名财经博主，还上过财经频道。周景顺兴趣爱好十分广泛，啥都爱做。在感情上，周景顺表示，一旦发现对方不适合自己，就会产生撤退的想法。男四王能能，37岁，职业是广告策划总监，声音很有磁性，天然气泡音。本以为是个沉稳男，没想到笑起来却意外的憨憨，为人非常的幽默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和他3观相似、有共同理念和追求的他。女嘉宾的话，首先是女一周南，30岁，是戏剧学院的形体老师，同时也是一位舞蹈演员，性格非常温柔，气质出众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女二杨梦静，也叫皮皮，33岁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是一位摄影师，是一个冷艳又酷的女生。她自曝曾在东京铁塔被求婚，但是因为当时恐婚，她拒绝了，因此错失了爱情，有点遗憾。现在希望能遇到一个成熟的、能带她成长的人。女三罗颖，31岁，职业是一名金融融资顾问。她高中的时候就出国留学了，在国外待了10年，直到2017年才回国。她的理想型是175厘米以上，长相讨喜。女四罗拉，30岁，是一位美食博主，也是一名厨师。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有点熟，因为她参加过《摆脱了冰箱》《忘不了餐厅2》《风味》等综艺节目。活泼开朗，厨艺又好的同时，她在一些视频采访中也直白地说出自己曾经结过婚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宝，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好了，现在揭晓一下怎么办是谁，就是女三罗颖，你猜到了。虽然罗颖网上非常活跃，是未见面后的男生最多选择的一个，但其实如同网恋要经历见光死，罗颖实际上是个牛杂，线上社牛，线下社恐，反差比较大。男女嘉宾入住漂亮的办公寓后，彼此对各自的职业都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和了解，也初步建立了一些印象。第一天结束的时候，有一幕非常戏剧性，老师周南和牙医于越彼此心生好感，自然而然走到院子里在交谈，气氛清新又有意思来电的感觉，非常微妙。这时候可爱的罗拉出现了，跑去荡秋千，打破了2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微妙空间感，似乎预示着接下来剧情的发展。接下来大家都去影音室看电影，忙完工作的罗颖找不到其他人，在楼梯间遇见了周景顺，2人一起去找影音室，用广东话交谈着，结果遇到放烟花，只有2人在天台上看到了烟花，似乎有特别的缘分，这也拉近了罗颖在周景顺心中的距离。经过1天的接触，晚上男嘉宾要去敲有好感女生的门，邀约第2天的约会，王能能首先出击，顺利约到帅气女杨梦静，2人的约会也是非常有看点。地点选择在了轻松好玩的聚会场所，男女主都穿着随意，轻松拉近彼此距离。2人玩保龄球、射箭，女生手臂肌肉酸痛，王能能很自然的主动帮忙放松肌肉。有了肢体接触，让2人变得亲密起来，女生也自然帮男生擦汗，2人的聊天轻松又深入，能够直接开始聊恋爱观、婚姻观，也能看得出来都是互相能接得住话题的人。在女生问起为什么会敲他门时，男生就开玩笑说敲错了，女生完全能 get 到，2人开始继续说下去，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恋爱对象。稳重内敛的黄瑞恩坚定地选择了聪明的罗颖，眼中已经能看到满满的中意。当然有人双向选择，也有人希望落空。周景顺也选择了罗颖，可惜2选1，必然会有人受伤，周景顺落单了。黄瑞恩跟罗颖第2天的约会给人感觉非常舒服，地点选择在男生的工作室，非常的了解他的生活，2人一上来就很有共同语言，家庭背景也很相似，都有3个兄弟姐妹，都排行老2。
整个约会过程中，女生表现得落落大方，机智聪颖，男生似乎已经被女生的气质拿捏得死死的。男嘉宾的眼神深情地看着女生，似乎要看穿她，暧昧气氛拉满。相谈甚欢的同时，两人还意外发现有着同款手机壳，同时也拉近了两人心理上的彼此认同感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共同分享歌单，浪漫感和默契度也直线上升。性格大大咧咧，跟每个人都相处愉快的罗拉邀约愉悦，可惜被拒绝。从第一眼来看，罗拉笑起来确实最好看，也很有眼缘，但她太过于活泼了，也会把所有情绪显在脸上，看着没心机，但也不够聪明。一开始和男嘉宾语音聊天时，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，素未谋面的兄弟。热灯奔四的王能能笑得像个孩子。一进合租的房间，因为没有吃饭，直奔厨房，边吃还顺带招呼别人要不要，没有丝毫在意大家是第一次吃饭，十分直爽，逗笑众人，让全场的人好感都不错，也获得了搞笑女的称号。她可真是节目里的开心果。节目里的她永远活泼大方，在刚开始还不熟悉彼此的情况下，她就是那个粘合剂，会主动 Q 流程，在吃饭时也能照顾到每个人。还有那些搞怪又可爱的小表情，好像和她一起永远不会冷场。这么可爱又有趣的女孩，第一天却没邀约成功。她表示，大家可能会喜欢你，但不会爱你。永远在笑的罗拉，连被拒绝时也是嘴角飞扬的。得知男生有约在身，她礼貌又潇洒地转身离去。愉悦选择敲开了今天接触较多的老师周南的门，两人的感觉非常亲近。周南直接邀请他进屋，他们在阳台上细声细语的交谈，两个人都温柔且优雅，给人感觉太合拍了。而且从外形上看，男帅女美，很配。从职业上看，一个牙医，一个老师，很搭。从个性上看，一动一静，互补。可真到了两人单独约会，气场明显不太对，两人没有火花，只有客气。拒绝了罗拉之后，愉悦一直对罗拉念念不忘，甚至与周南约会时，也一直将罗拉挂在嘴边。两人饭后又逛了小集市，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。两人想买一些小卡通挂件给小伙伴们，愉悦先是选了自己喜欢的猪八戒，然后周南选了水冰月想送给罗拉。然而晚上回去，小伙伴各自选择时，罗拉选择了猪八戒。他说觉得他好可爱。那一刻，肉眼可见的周南怔住，愉悦内心被击中。这似乎在隐喻暗示着愉悦和罗拉的默契，将三人戏份氛围感拉得满满的。就在小编期待愉悦、罗拉和周南三人进度的时候，第二次约会到了。约会的规则很简单，女生各画一幅画，代表自己心中理想爱情的样子。男生选画，拿到哪个女生的画就和谁一起约会。整个过程惊险又刺激，相当于开盲盒。不到最后一刻，压根不知道约会对象是谁。有意思的是，女生都以为自己画得很明显，可男生却傻不愣登，愣没猜出来。上次落单的周景顺提议自己第一个选画，他以为自己选中的是罗颖的画，结果却是杨梦静。后面三位也全选错了，于是第一次约会的 CP 全部被打乱。这还是恋综史上头一遭，简直不要太精彩。王能能选择了罗拉的画，精心打扮过的罗拉让王能能眼前一亮，不止一次在那感叹很有女人味。两人也相谈甚欢，氛围十分甜蜜。在王能能帮罗拉弄眼睫毛的时候，罗拉的心跳加速，而王能能因为罗拉的一句玩笑话，竟然开错了路。很显然，他俩的这次约会有一些粉红色泡泡，而王能能的心已经很明显从杨梦静偏向了罗拉。王彦霖更是直接把这对锁死，节目里没磕够，还要磕到节目外。不过罗拉和愉悦这边还是有进度的，两人开始了首次约会。在接到下班的罗拉后，愉悦故意假装开错路，想给罗拉一个小惊喜，带她去烤肉店吃饭。后知后觉发现真相的罗拉瞬间就兴奋了起来。在进入烤肉店后，两人的互动也是甜蜜。而另一边，在半熟公寓中的王能能则化身忘妻时，时时刻刻关注着罗拉是否回来，失魂落魄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好笑。看愉悦约会回来那自得的笑容，刺激了王能能。很显然，能哥吃醋了。接下来王能能又会有怎样的反击呢？8位嘉宾因为年龄、收入、阅历各个方面都已经进入半熟期，他们少了一些年轻人的简单直接、义无反顾，更多的是成熟和理性。被问到几天相处下来有没有自己比较满意的相处对象时，男生会实事求是地说没有，不会顾及面子，最后让双方都难受。女生在和对方相处觉得不自在时，也会直截了当地表明接触过程可能存在误会，错误的信号不能一直存在，需要及时调整。一路看下来，真的被30+年龄层男女惊艳到了。他们成熟稳重，人生阅历丰富，面对爱情不仅仅有勇气，还有棋逢对手的相互博弈，没有扭捏墨迹，直球的同时还懂得把握分寸，非常值得学习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